子源，随性而活，是你告诉我。那时候我没有爬树，我错了，我应该听你的话。殿下可看清楚了，我可是任安乐。哦，任安乐，我认识你，你和子源一样，都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活着。即便我今夜没有设宴，你还是会同我去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殿下为何要答应我的要求呢？因为我希望你开开心心的陪我去。我更想让你知道，你对我很重要。我的身边需要。殿下，你是不知道，你昨晚已经上树了。我上树了。你确定？干出这种事儿的人是我，不是然了。这满园还有谁的酒量比您差？您还真是一坛就倒。荒唐！我昨天在宴前不是嘱咐过你，要对我多加照看的吗？昨天我也喝醉了，忙着和苑静聊天去了。这个任安乐便一点也没醉。哦，说起这个安乐姐，她可厉害了，非但千杯不醉，还对烂醉如泥的您照拂有加。昨夜啊，我是第一次看到任大人那么像个大人，您那么像个小孩。我居然在酒后成了无理取闹的那个。殿下，昨夜您酒醉时，安乐姐有没有乘人之危啊？难道殿下想与安乐姐发生些什么？你荒唐，满脑的酒色！去把昭明文选抄一遍。去。哦。这么一来，又要被那个任安乐给拿捏了。看一看，真好看。哎，姑娘，你还没给银子呢。找我家公子要，他有钱。不用找了，谢谢谢谢。姑娘，有什么喜欢的可以随意挑选。京城可比这里繁华多了，怎么不见你有这般兴致？大理寺的公务那么繁忙，哪有时间逛街啊？我在京城殚精竭虑，可都是为了公子啊！你要好好报答我才是。好好报答你，如何呀？有点歪了。哎，好了，嘿嘿。踏过
两位，你们到底买不买啊？这么温柔的脸，可不能给这些鬼脸丑面具给遮了去。你说这江南市井如此繁华，一点都不像受了灾的样子。肯定有人在隐瞒灾情。糖葫芦，糖葫芦喂！公子，你一串我一串。给，谢谢公子，不用找了。谢谢公子。我明白了，公子不肯买2串，是因为江南水灾物资短缺，所以公子想跟我吃1串。这么珍贵的食物，为何那么容易就能买到啊？我们去米铺看看吧。好呛。两位客人，要买点米啊？对，老板，来1担糙米。1担？嘿，这位客人，你买的可有点少啊。1担还少啊？都够我们夫妻俩吃小半年的了。两位是外地来的吧？嘿，其实你们有所不知，我们这间店平日里只供应大户人家，像闲散的买卖，咱们不想卖，这客人也舍不得买呀。你是嫌自家粮太多呀？对了，就是粮食多。老板，尽管报价便是。2两银子1担。是20两银子1担。20两，这么贵啊？算了，我们去别处看看。走。呸！穷鬼，过几天就饿死你们。江南遭遇了天灾，收成欠佳，可这里的商人却有大量余粮，这显然不正常。殿下知道还有更不正常的吗？这些米中都夹带了许多灰尘，都是陈米，这应该都是官藏中的粮食，因为丰年收，灾年赈，才容易积压成这样。走，回去商量商量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这不那么长的街还没逛完呢。眼下还有什么可逛的？既然殿下已经见到了江南的盛况，是否也应该去看一下另外一面了？是。那些灾民，想必都被驱逐到城外了。哎，冉安乐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干嘛？我帮你打扮打扮呀。我们这是要装难民，有点勉强吧？来。哎，我自己来便是。哎呀，你这矜持劲儿的拖到什么时候？来。哎。来，拿好了。哎，你又要做什么？脸上也涂点吗？好吗？老板。没有，走。老板。站住！你们俩干什么呢？两位官老爷，我们实在是恶意。知府大人明明下了戒令，你们这帮贱民怎敢滞留城中？官大爷，上点饭吧。走，把他们带到老地方去。走。快点，别磨蹭。下一个。就这么多。下一个。别磨蹭。快点儿！别推啊！狗仗人势的东西！算了。慢点，后面。
边疆硝烟战起时，他们将自己的儿子还有丈夫都送出去。等到大旱来临之际，又是他们亲自挖渠灌水。没想到眼下，殿下，你没看见的东西多了，人命如草芥，百姓如猪狗。是我的错。这可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些狗官的错。他们只手遮天，中饱私囊，害得百姓受苦。然乐，你要谨言慎行。你给我把这些话吞肚子里去。我可当你是知己，所以才如此口无遮拦。此情此景，令人无心细谑。来了。小子，下雨了，准备撤了，把周米都收起来。哎！回去吧。来，别淋坏了。早都淋着了，你看你脸上的泥都没了。快走，小心暴露。然乐，啊？安抚百姓和查木天府，我想先办好前程。可是没有物资的话，很难办得到啊。有，闵行上人的米，原来殿下是想学我以前打家劫舍的行当。还是得取乎正道才行。既然有万事顺意的仁安乐在，殿下一定如意。谁？太子殿下。任安乐，你这么晚来找我，不是为了商议赈灾之事吧？太子殿下先帮我擦干，我再告诉你为何。我没擦过。其实我是来帮太子殿下迎客的。简宋已经去了。哦，这么巧，岳叔也已经去了。简宋功夫不赖嘛。你家院叔也不差。太子殿下不用在旁边保护我，靠近我便好。好招！殿下这招也不错。等等，留活口！是属下疏忽。我还没看到呢，怎么就倒了？是服毒自尽。殿下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伤到你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殿下，刚才在后院被制服的几名刺客都服毒自尽了。这些人此前就未曾使出杀招，眼下更是宁愿服毒自尽，也不留一丝痕迹。殿下，这会不会是……此件事了，回去文书吧。怎么了这是？
既然殿下无事，温公子还是送我回去吧。哦，走吧。所以太子殿下是何时知道他们会来的？我们暗中查看了灾民的状况，回城路上却畅通无阻的时候。所以这场刺杀应是钟义侯和钟礼文联手所为。所以刺杀的地点选在了这个客栈，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而且这些刺客他们的功夫如此的高深，却只对着太子殿下的扇子打。哎呦，真是可惜了这么一把好看的玉扇子。可见他们的目的不是刺杀，而是警告。说的也是，我们这次下江南才是陛下眼中最为紧要的事情。如果我跟太子殿下就这样死在了这个慕天府，到时候自己惹得一身骚，不是？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。还有第二种。这个钟义侯为人不择手段，我们若是死在此处，他大可以嫁祸给钟礼文。那太子殿下觉得，许是这个刺客放我们一马，也说不定。我们已经尽力隐藏了行踪，但还是被追踪到了客栈，可见我们当中有人是内鬼。这个望江楼的酒席啊，看来咱们是吃不起了。你如今倚仗着我这个当朝太子，唉，天底下哪还有你吃不起的饭菜啊？哼。哈哈，我这一介乡野女子，明日还要请太子殿下多多照顾我才是啊。钟礼文在江南一带颇有势力，他还是钟义侯的内弟。明日啊，你可要多多收敛些。此次下江南诸多事宜，还得靠他多多帮助。你又想做什么？哎，太子殿下累了一天了，我自然是要为太子殿下宽衣解带才是。没想到你平日蛮横无理，私底下竟有如此温柔体贴的一面。那是自然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如果不是安乐如此贴心的话，太子殿下如何会忘了等了10年的弟子缘，移情于安乐呢？是啊，10年惦念，如今皆成过往。太子殿下这说的是真的吗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。注意点分寸，然乐。哎呀，我怎么就这么不喜欢这个钟礼文派来的人啊？来的不是时候，走的也不是时候。本来还想着太子殿下有了安乐的贴心服侍，定然会跟安乐坦诚相对。然乐，你真是越来越荒唐了。就算是我荒唐，你也配合我唱了双簧呀，太子殿下。赈灾粮目极困难，这钟礼文设宴，是想拿我手上的赈灾银，去买那些富商手上的余粮。但是这些余粮本来就是官仓的，到头来，这些银子还是会落到他们的手中。哎呀，他真是好一个暗度陈仓啊！你说钟大人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啊！古云年视你为眼中钉，钟礼文势必会在宴会上摆你一道。但我看太子殿下如此镇定自若的样子，想必心中是已经有了打算了。冉安乐，你果然是我的好知己。知己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则去的好知己。没事儿，我任安乐脸皮厚，只要太子殿下说是知己，那就是知己。不过，如果安乐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太子殿下可否答应？
仁安乐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的请求呢是希望太子殿下可以叫我一声美人。美人，好，就这个位分了。太子殿下可是答应我了。好茶。难得殿下主动一回，不枉费安乐一片真心。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也得把戏演好。这一招炸胡，还是舞弊案时跟你任安乐学的。可是安乐对殿下的真心可不是演戏演出来的。你当真这么觉得？说起来，你为什么总喜欢对着海燕自称安乐？自称安乐是因为我要时刻提醒我自己，我是在用这个假身份陪他演戏。安乐说出来的话、做出来的事，都是假的。今日太子殿下大驾光临，这望江楼可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是啊，是啊。太子殿下，我代慕天府众乡绅百姓敬太子殿下一杯。殿下，为何不饮酒啊？莫非是嫌弃我等照顾不周？殿下，哎，太子殿下政务繁忙，不宜饮酒。正好呢，我安乐喜欢饮酒，就让我为太子殿下代劳吧。好啊！任大人不愧是女中豪杰、巾帼英雄啊！哎呀，过奖！海量啊！是啊，来，任大人，来，任大人，等一等，任大人，钟大人，不妨让诸位一个个的来。是下官照顾不周，对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哎呦，何必要这么客气呢？反正以后到了江南，少不了要各位照顾我呢。正好啊，借此机会认识一下，阁下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城南刘本善。哦，刘本善是个好名字，果然人如其名，善良的令人发指。哎，干了！令人发指。哎，请。阁下尊姓大名啊？在下城东古明红。哦，古明红哦，干！安乐，你辛苦了。诸位乡邻们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我向诸位承诺，绝不再让一个子民饿死在我大京的土地上。
蒲柳之姿，焉能入人卿之眼？能入。太子殿下荣冠中原之脸，自然是能入。人卿今日行事，也叫我佩服。然乐，谢谢你所做的一切。不用谢，我说过太子殿下所愿，我都会尽力为你做到。太子殿下该不会以为这光天化日之下我能对你做什么吧？我任安乐可是正经人。一本正经的任安乐，唯独在我面前胆大包天。关于赈灾一事，殿下打算怎么谢我呀？安乐，你果真聪明。殿下这是打算夸我了？来来来，多来点。望江楼之言，钟离文想要行贿你，然后威胁你，你却用记名单的方式反将一军，逼出了赈灾宴。这也多亏了殿下养出了温硕这么一个过目不忘的妙人。我去取粮之时，也多亏你派出了院书，反抄了米行的仓库，还顺带捎了几本有用的账本回来。嘿，殿下既然要夸人，那要夸的多一些才是，这样才能让人有心情做更多的事啊。这个钟离文虽然蠢笨，但确实是钟义侯手上一把好用的刀。然了，我问你，若要彻查钟离文贪腐的证据，该从何处入手？自然是要从河道款上入手。100万银钱修建的沅江河堤坝，不出1年便已决堤，这中间不知有多少银钱被这钟离文中饱私囊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必须要找到河工和账簿才是。我听说，钟离文确有一本内账。是了，河工是人证，内账便是物证。若要查河道款的话，自然是少不了薪酬，还有物资这2项。找到河工，那么就能查清薪酬的出入；而若是找到内账，就能够让一切物资还有开支通通的水落石出。进来。太子殿下，小姐，我去查过了，钟离文将去年修河的500河工都征召了去，说是要重新修葺河道。原来你早有准备。那当然了。殿下，我去河道处问过，修河的河工都不是去年的那一批。哦，原来殿下查的比我还早，而且还查的那么深入。那我刚才白费那些口舌干什么？不算白费，只是让我再一次确认，任安乐不愧是任安乐。小姐殿下，我们就先下去了。这么说起来，这内账还有河工其实并没有任何下落。藏500河工的难度，还是要比藏一本内账要高许多。殿下的意思是要从河工开始找起。哎呀，殿下不会让我连夜去找吧？哎，殿下，你这么兜兜转转一个大圈子，还跟我聊了那么多公务，无非就是想要回避开头安乐问你怎么答谢我的问题。殿下你就不用慌了，也不用装了。其实殿下昨日就已经答应过我了。何时啊？昨日啊，不说要封我为美人吗？庆祝一下。我那只是夸你是美人，那不算数的。殿下既然要装糊涂，更是要答谢安乐才是。这殿下是一杯酒都不愿意跟安乐一起喝呢。果然，安乐是殿下用过之后便藏起来的一把刀罢了。
如此良辰美景，终与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做些什么好呢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生得真是英俊，果然是京城第一美男。然了，你也不差，是个奇女子。子渊，是你。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对，太子殿下，我回来了。太子殿下，你可否跟子渊说一说，当年帝家被问罪之后，陛下可曾让你看过什么证据？我看见了，10年前帝家军请安后府，还有府里的海棠花都开了，好美，好美，好美。是很美。那陛下可曾对你说过什么？太子殿下。陛下对我说，他说你是我的太子妃。什么太子妃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奶乎乎的小丫头。小丫头。本以为私下独处能套出点话来，没想到喝醉了比任安乐还不靠谱。任安乐，韩野会娶嫡子渊，他不会把太子妃之位给天下任何一个女子。哪怕他对别人动了心。殿下，醒了。那，醒酒汤。殿下，昨晚你和安乐姐发生了什么？你回来了。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奶乎乎的小丫头。殿下，门没锁，推门。
苑琴，不让你给太子殿下送的醒酒汤，你送去了吗？哦，如此修长又骨节分明的手，晏殊？哦，太子殿下这么早找我，是为何事啊？然了，我不善饮酒，昨日若是酒后失礼，还望你不要责怪。哎，昨夜太子殿下可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如果太子殿下可以再逾矩一些的话，我现在也就不用为了太子妃之位这么死磕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什么话呀？我不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吗？哼。然安乐，以你的才能，若是可以，你可愿陪我共创乾坤盛世，就如同当年的太祖和帝家家主一般？太子殿下，这世上不会再有第二个韩太祖和帝圣天了。是我妄言了，安乐。我想，我们还是聊聊河宫和内帐的去向吧。这才是我仰慕的太子殿下呀，也是把所有麻烦都推给安乐的太子殿下。这些我认得，这是苑殊他们的收获，但并不是钟离文的内帐。内帐是死物，河宫可是活人。殿下的意思是，活人难藏。钟离文若是被我们逼急了，必会对这500人下手。就算下手，那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呀。我昨日意外得知，穆天府只用3天时间，便征召了500位矿工。这些人很鸡贼啊，居然把河工当作矿工来看待。大人，他们已经查水患的事情了。他们真的要从水患入手，千真万确。这事到如今，那些矿工就不能再留着了。今天晚上你就带人。大人，那可是足足500条人命，怕什么？啊？可江南一带向来都是多山贼出没，今夜山贼突袭赵家庄，500矿工无一人幸免于难。是。那依照殿下的意思，这钟离文还真是钟义侯的一把好刀啊。这账本上记录了同矿地点，就在城南赵家庄。那这矿工找到了，这内帐又该如何呀？我一会儿就去拜会一下钟离文。至于这封信，殿下果然学会查人了。简聪，殿下，
一会儿将这封信送往驿站。记住，务必要在2日之内送到刑部尚书骆明熙的手中。属下遵命。洪水消退，贪官倒台。我倒想看看这些慕天府的百姓们到底许的是什么愿望。这应该是在祭奠亡魂。今年水患，死伤者难计。其长堤永固，永绝此患；江水常清澈，人间久清明。这倒是让我想起万人写书，一切都还历历在目。如今想来，还是如此触目惊心。这每一盏灯，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好在他们还有人纪念。有人惦记着，总有得云开月明之日。可是，太子殿下，我入大理寺区数月，就知道有很多冤假错案。只是一个慕天府，就已经有这么多浑浊，也不知这大境的百姓，何时才能够等到江水常清澈的那一日。江水常清澈，乃积岁之功，并非一朝一夕可得。但是太子殿下，有些人踽踽独行数年，可是一直都不得沉冤昭雪，他们无人记得，无人挂念。那些人要等到何时呢？我无法回答你。但是安乐，大境有你这样的扬清扫浊之人，我相信终有一日，可得人间久清明。更何况，你不是一人。无论何时，你我皆是同行人。谁稀罕同行？同床还差不多。小心！太子殿下，你害羞了。是安乐。你打我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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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荒唐！殿下想什么这么开心啊？安乐，你很好。殿下为何突然这么说？今天最大的功臣难道不是温硕吗？是你一早便把温硕算进这个局里。你知道他聪颖强记，必成梁柱，所以初下江南便设计我带上他，又以怨秦师探确凿，这才让他此后处处有功。那还是殿下把温硕培养得好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够把人名字还有自己都记得那么清楚的。其实殿下何尝不是在下一盘棋呢？从查河宫开始，你就一步步想让钟离文陷入到你的陷阱里面。那也是因为有你这个聪明的合作者，才不至于让我唱一出独角戏。哎呀，毕
毕竟我也是殿下花了番心思才筛出来准许留在身边的呀。不，然了，你其实是唯一的意外。最完美的储君，难道不是将一切意外都变成志在必得吗？殿下被我说中了心思，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？这。殿下都忙完了？对。钟丽文贪墨赈灾粮和核抵款的证据确凿，已判秋后问斩。其余官员已被革职查办，还有乡绅家产充公，已被赈灾之用。殿下办事利落。安乐，你也并未头衔。为殿下排忧解难，我还是很在行的。那些赈灾银也已经在送来的路上，这些灾民也可借此稍作喘息。要我说，其实这朝廷根本就不用送什么赈灾银过来的，反正一切都已经被殿下安排得明明白白了，不是吗？安乐，不是我，是我们。哦，说到这个我们，安乐可就有话要说了。既然我都帮殿下破了这么大一个案子，那我在太子府的位分是不是应该连升3级啊？我想想啊，美人，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到了良院的位置了？这么看来，我离太子妃就只有一步之遥了。你当真这么觉得？不管我觉得如何，太子殿下如今不是还有个尾巴没甩掉吗？殿下在想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想。我猜猜啊，殿下应该是在想，这个任安乐偏偏想要在这多留几天，而我呢，就偏偏不遂他的意，气死他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没有？那殿下就是在想，等回京之后，就把任安乐扔到那个太子妃混战里，跟斗蛐蛐一样看着，得有多好玩，是吧？真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殿下一定是在想，等我回京之后就让任安乐成为太子妃。要不，殿下就是倒着想，等我回京之后就把这个任安乐给踹了。任安乐总觉得我在想任安乐。难道不应该吗？是，我也时常告诉自己，不应该。不想就不想。那殿下倒是告诉我，你这么着急回京是为什么呀？依了你的建议，处理那条不安分的尾巴。为何殿下不留在江南守株待兔啊？新的府尹即将上任，若刺杀发生在慕天府，会让他惹上麻烦。殿下替天下人都想得周全，唯独偏偏漏了任安乐。任安乐，真没有，我其实是……哎呀，殿下。太子殿下，看，是太子殿下和任大人，快看，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任大人。恭送太子殿下回京。
寒夜携人安乐，拜谢诸位。太子殿下千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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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乐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些百姓有你这样勤政爱民的储君，是韩家的福气，也是大靖的福气。当年帝家为了休战止戈，相让了半壁江山给韩家。如果帝圣天可以看到此景象，想必他也不会后悔。你说的对，这世上也许不会再有第二个太祖和帝圣天，但我们却可以迎来海晏和庆的盛世。安乐，殿下想说的，不止于此吧？你锋芒毕露已成事实，朝廷之中不会因此毫无芥蒂。回京之后，我会上奏陛下，无论是赈灾，还是寻得钟离文贪赃枉法的证据，功劳皆在于你。既然都知道我得罪了钟叶侯，太子殿下还要为我上奏，是存心要逼安乐彻底站太子殿下的队，从今往后一条道走到黑呀。安乐，你已卷入朝廷争斗之中，无法脱困，所以我想以太子的身份恳请你留在我身边。太子殿下不肯娶安乐，却要用帝王之术将安乐绑在身边。不知太子殿下是否还记得，我曾对太子殿下说过，只要是太子殿下你祈愿的，我都会尽力为你做到。那既然太子殿下说要做知己，那便做知己吧。既然作为知己都能够来到皇家禁地，安乐应该觉得知足才是。
你能答应，我很高兴。只是这太子妃之位虽然不可得，但安乐还是会全力以赴争取。你我并肩前行，未必要以婚嫁之名。啊，那我三问水师的聘礼怎么办？我怎么会那么轻易就放弃啊？太子殿下，那可不是我任安乐的作风。就算当不了太子妃，我也要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在为谁而跳。那条尾巴。殿下，好身手，不及你。我早料到今日殿下会来苍山，没想到任大人却成了计划里唯一的例外。你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们俩都被殿下给算计了。殿下，你这棋下的可真好啊，一箭双雕啊！原来我是被骗来苍山的。殿下，您用千金之躯，只是为了诱我出来吗？毕竟你乃忠义侯座下暗卫之首，大境不世出的剑法天才。殿下是何时察觉我的身份的？你曾效忠我7年，我自是信任你的，不然你也不可能成为我的贴身侍卫，统领太子府禁军。只是此次下江南，忠义侯未免太过心急。务必要在2日之内送到刑部尚书骆明熙手中。属下遵命。他已经走了，殿下是何时发现他有问题？遇刺当晚，我便说过我们当中有人是内鬼。可是我们亲近之人有苑琴、苑舒、温硕、吉利，还有这个简颂。得到闵行账本当日，我便将铜矿下落按照2个时辰的时间差告诉了他。若是他们当中有人透露了风声，那么钟离文那日必然会动手。原来是内侍。那晚的刺杀，不取我和安乐性命，只为给我们警告，也是你的授意吧？殿下与我，毕竟有知遇之恩。可惜你还是背叛了我。忠义侯亦有恩于我，属下不得不做。殿下，接招吧！他不是寒夜的对手。殿下，你心慈手软，可杀不了我。我只知道，你是我7年来的友人。真是殿下知道。殿下早都想到这结局，所以不带一兵一卒来到这苍山，就是为了要留他一条性命。可惜，他太过骄傲，不愿承我的情。他是领了情的，不然殿下也不会毫发无伤。
殿下，殿下与我也是友人与知己相称。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殿下又会如？